有吗？有。女性，他杀。他杀？一只脚被切下来了，叫支援吧。先把厂门关上，在场的群众先不要离开。兄弟们，相机电池带够了吗？别再像上次似的。带够了。啊，可真的检查好了没有？东西都带齐了。好嘞。后门快点。所有群众信息都要记录，所有指纹、鞋印都要留下。东西带够了吗？不。放了只脚。希望不是。这现场都踩成这样了，留鞋印儿有用吗？新来的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破案就像稻草里找针，你光有膀子力气没用，你得耐着性子慢慢抠，99.9%都是白费功夫，就剩下0.1%，还未必有用。哎，把这个看见了吗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让一下，站住！哎，这人干什么呀？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别动！你干嘛？我挂在炉子上了。姐，哪来的？我早上带了日记啊，我没关火呢，就在炉子上炖着呢。不信你跟我回去看看去。真的，他早上在门口杀鸡，弄了一地鸡毛。走。身高大约1.65米。来，帮我翻过来。回档，快，慢点。初步判定手法一致。这要是老赵可就麻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老赵是谁？老赵是2队的队长，今年3月份还有个案子，也是个年轻女孩，也断了一只脚，到现在没破案呢。同一个凶手作案，还不能下结论。那这案子是不是还得归2队管啊？一直在水下，无法精确判断死亡时间。初步估算，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。要不是出这个事儿啊，还真发现不了他。别过去，别过去！干什么？别动！如果是，那案件就升级了。等老郭进一步的检测结果吧。老赵去追讨，顺利的话，明天就能回来。如果案件升级，恐怕就要成立新的专案组了。死者身份查明了吗？是死者的一个朋友，叫杨涛，也是旭日厂的子弟，认出来了。死者叫沈小周。沈小周。
吃了。石强峰的档案，警院的评语是可造之才，几次大比武成绩都名列前茅。不过，在进校之前，未成年时期有过社会经历。什么经历？流浪过几年，年轻气盛吧。据说打服过不少爱挑事的混混，不过也没有做过什么恶，也没入过什么团伙，要不然也不会进警校。在校期间，头2年极其难改，被通报批评过数次，击打过2次，还差点被开除了。是个毛糙小子，那就看我们怎么打造他。怎么样？今天用着还顺手吗？要是用着不顺手，老赵回来，让他还回2中队，让老赵去打磨他。连队，哎，要是同一凶手作案，很可能不止2起。我去市局看看还没破的凶杀案。断脚的，就这2起。凶手的手法会升级啊，说不定他以前没想这么干呢。等法医检验结果吧。干什么去？去同学家写作业。我在小区门口看见几个学生正在讨论到哪儿去打游戏，是在等你吧？怎么会呢？接吧，开免提。早点睡吧，昨天晚上少睡了2个小时，今天补上。见到教导主任了。哎呀，他有事儿没来。我看郭姐跟他是成不了了，埋怨半天，嫌人家家房子小。鱼呢？都让郭姐吃了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昨天晚上儿子1点半才睡的？我昨天晚上2点半到的家，看了一下他的手机，充电量是35%。他不把手机玩没电了不会撒手的，平常充满1次需要3个小时，昨天只充了1个小时，这说明1点半才充的。有你这个爹，儿子挺难的。什么呀？生日快乐！你还知道送啊？哎呀，年轻的时候都没拍，现在老了还拍什么呀？浪费这钱。我市沿海老工业区的改造开发即将进入新的阶段，这将是我市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板块开发。未来沿海区域整体设计遵从绿色环保、持续发展的国际标准。小孩，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擦头发啊，这是湿的呢。好，自己擦，妈妈给铺床了。通过微生物与耐盐植物的协同作用，
退化的生态系统逐渐苏醒，小哥，厂房旧址之间，新型小哥，与生态廊道交织生小长。小哥，开发改造，或许将重小周出差了啊。出差，出差，出差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麻烦您帮我找一下。95年的，和现在的有关系吗？我想看看。啊，在这里的3场，你自己找吧。要喝水自己接哈。哎。李海平。小海，小峰没回来。小周出差了，去工作了啊。工作。到北京，出差了。小北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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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这么早啊？什么时候起的？有案子，醒得早。我吃过了，走了。哦。连队，厂房里都找过了。哎呀，
都找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有上了锁的门，这小鸡都给捅开了。你说第一现场会在哪儿呢？这切下来一只脚，那得流不少血呀。会不会是在水下进行切割的？不会，看断面儿应该是电动工具。那就是在别的地方切，再转移到这儿。再找找，我会队里。哎，连队，郑浩刚今天该回来了啊。再见。回去吧。我当时手里正按着一个，那小子冲我后脑勺来一飞锤，我就听脑后风响了，想躲也来不及了。队长，头当时离我有几步远，人没到，手先到了，我就听咔嚓一声，我以为我脑壳裂了，头哼都没哼，回身单手就给那小子放倒了。瞎吹什么呢？我长臂猿，滚！回来了。海平，我这啊，来。啊，锤子呢？传达室老刘借走了。这螺丝又掉了，找个钉子钉两下啊。用点力。用点力。到底什么案子？我说呢，冯队，问他们什么案子，一个个都不跟我好好说。有结论了吗？有。这是今年314案的受害人王一山，你对手。我先总结一下共同点：王一山机械性窒息致死，沈小舟眼结膜有出血点，手骨断裂，应该也是恶性导致窒息。下一个共同点，受害人都被切掉了一只脚，但王一山是左脚，沈小舟是右脚。第三个共同点，切割工具。根据王一山案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，切割工具是这种电动锯骨刀，单手和手持，全市都排查过了，没有发现购买这类工具的可疑目标。我怀疑是异地购买或者是网购，我们正在扩大排查范围。王一山的那个切割面是不是要更平整一点？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手持用刀，下刀不会那么精准。最后，他们的性侵方式不一样。沈小舟遭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侵，应该是一种义务。我推测，应该是这种多面柱状体，表面光滑。这种形状的东西不常见啊，应该是凶手随身携带的。如果是同一个凶手，他的变化有点异常。异常什么呀？就是个变态。珍珠，干嘛的？跟你说话呢。锤子放下。你谁呀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活在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哎呦，林子，起来。林子。情况就是这些，两起案件都没有 DNA 证据，只能研判。是不是同一个凶手连续作案？大家说说看法。我说肯定是，同一座城市、同一个区，出现2个用电锯断脚的凶手，可能吗？有种可能，是模仿作案。不可能，
313案没有对外公布案情，而且王一山是在废弃窨井里被发现的。沈小舟案要是模仿案，干嘛费劲巴拉的扛到蓄日场？随便找个下水道扔了多方便。下水道很容易被发现。要是模仿作案，还怕被发现吗？不就为了栽赃吗？连海平呢？不知道，50%的可能吧。断脚，相同的工具，而且选择工具的特殊性，都是比较明确的标记。另外50%吧。杀害王一山的凶手戴的手套，沈小舟的颈部淤痕上有细小的月牙状伤痕，直接印没戴手套。还有，王一山有防卫伤，手腕、脚腕都被捆绑过，沈小舟没有。沈小舟只是在腿部、脚跟部有刮擦痕，这是地面拖拽所致。我有个疑虑。控制被害人的手段、性情方式的差异，如果是同一个人，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作案的习惯？另外，一个是左脚，一个是右脚。我觉得有一种可能，王一山案的凶手是左利手，沈小舟案的是右利手，切哪只脚就用哪只手，牵强了吧？那要是被害人趴着呢？都有可能，所以我说没有科学依据。大处相同，其他都是小节。同一个凶手作案，手法也不会一成不变。我的态度啊，凶手就是同一个人，应该并案侦查。目前我倾向于这种看法。一旦并案，成立专案组，你们2个队都得上。这313案是2中队的，仍由2中队负责，我任组长，赵厚刚任副组长，3中队配合，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那接下来的调查方向有什么想法？如果是同一个凶手，那么选择被害人有2种情况：一，选择自己认识的被害人下手。那么王一山和沈小舟有什么联系？王一山社会闲散人员，初中文化，没有固定工作；沈小舟大学生，他们有什么交集？如果有，那凶手就在这个交集里。二，凶手随机选择被害人，那就难办了。我说个情况啊，我们发现王一山死前借过一笔高利贷，很有可能和他的被害关系密切。这次追逃啊，我们抓了这个团伙的一批骨干，这些人现在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根本不承认和杀人案有关。他们说实际管事的是一个叫沙红利，外号老沙的人，就在临川，深藏不露，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秋菊，分队，我打算继续跟进这条线。沈小舟这边嘛，还是老连吧。我提个建议啊，查一查他有没有贷过款。现在大学生贷款的很多，我们2个组谁有进展，随时碰头。好，就这么安排。我呢，我现在还跟3队吗？还不问呢，我们也不缺人呢。拿着。那就还跟我们吧。给我倒杯水吧。汤，晾晾。我拿个橘子。让春夏来一趟吧。不告诉他，
等他料理完学校的事儿，回家自然就知道了。岳厂长，哟，哎，别动别动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金海1号开盘千头万绪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是金海集团的李董事长，梁副总。啊，我爱人杜丽。你好。你好。来，请坐。坐。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头铁。哎呀，不能大意。你要是还有什么不舒服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把北京的专家找过来。真的不用，转天就出院了。啊，换一间特需病房，找最好的护理。啊，这事交给你了。放心，董事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会儿呢还有点事儿啊，陪岳厂长好好说说话。好嘞。哎，不动，好好养伤，好好养伤啊！好，你慢走啊。再见啊。换病房。你去楼下买几个豆腐包吧，医院的饭实在吃不下。好。巡视厂出了命案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刚醒就知道了。听说要不是因为我，还发现不了。死的是个女大学生，社会影响可不小啊。父母都是老职工，可怜啊。这次属于恶性案件，报案之前，我们所有的计划恐怕都要搁置了。只能这样，等破案吧。薛厂长，就算破了案，徐市场这块地皮，跟你说实话，董事长犹豫了，还说呢，找个大师给看看。我理解董事长的顾虑，不过之前不是谈得挺好的吗？不能因为一件事儿，你们给让步。光我让步也不管用啊！哎，我头再铁，再让人批一下，也就报销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给你做一个金盔，戴在头上，重点保护。该不该并案，你有保留意见？是。目前的状况呢，并案是对的，联合优势力量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，1+1大于2。对。沈小舟这条线，线索都要彻查，老赵说的方向也要兼顾，好好配合，抓紧破案。行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海平啊，你的业务能力啊，全队有目共睹，都很服。我看你平常办案、走访、调查，包括审讯，话都说得很精到，沟通能力没有问题啊。怎么不办案的时候让你多说一个字都那么难呢？办案有办案的需要。这个药得嚼，粘牙，耽误功夫。海平啊，平常呢要多和同志们沟通，不然这可是你的短板。冯队，您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窝了。大队长这个位子，两个人选，你和赵厚刚。老赵虽说调过来才2、3年，可是人家没有掉过链子。这次追逃又负了伤，市局领导都看在眼里。可是你呢，就是离领导的视线太远。今天早上在大门口我都看到你了，跟市局领导打个招呼说说话，能要你的命是怎么着？啊，冯队，你就是太内敛了。人选就2个，你和老赵，我不偏不倚。但是平心而论呢，你在这方面受你的性格影响，有点吃亏。哦，对了，这石强峰跟着你也好，难带的队伍也要带，好好打磨他。哎，跟我来。去哪儿？这蓄日场周边啊，正在拆迁改造，探头都没有到位。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探头，也在2公里以外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看哪个，你吩咐吧。按你的这个推理，离案发现场没远一个路口，发现嫌疑人的几率就下降多少来着？75%。也不知道你怎么算的，这3个滩头，几率和面娃娃。太远，周围的小路又多。你就凭经验看，这案发前后过了多少辆车，先有个概念。关键是咱们找什么车呀？汽车、摩托车、3轮车还是自行车？现场被上百群众踩过，这确定不了运输工具。那就是所有能藏人的车都算。那个新来了，给我准备好眼药水啊，买最贵的那种。好，我去买。哎，回来吧。逗你玩呢，我这儿啊不缺眼药水。水饺呢？这儿呢。啊，空调老响，我修一下。沈小舟所有的通讯方式、手机、社交软件，大学生能用到的都查一下。哦。通讯记录好查，但是聊天记录一般都是保存在本地的，没有他本人的设备有点难查。能查尽查。另外，查一下和这个王一山有没有什么交集。好。你好，石强峰。你好。哎，真不想哎。
笑尽谎言丛生。若我能看清黑暗之中命运的浪潮涌动，若我能听到心跳间隙中模糊旧的回声，多想成为光，深渊中把来路照亮，喧嚣无形，却总有前行中。回忆是刀锋，整结隔着夜的冷，故事隐作痛，经常和惊梦洒出几座牢笼，困住余生，有没有一阵狂风，能吹散迷雾重重？有没有一场烈火，能烧尽谎言丛生？若我能看清黑暗之中命运